大家好，我是乔乔妈。今天我们来做全蛋海绵蛋糕。先看模具，我用的是8寸的活底烤盘，深度是8厘米，固定底烤盘也行。加烘焙纸防粘，侧面涂黄油，粘上围边。我这个烤盘的侧面不是直上直下的，它有一定角度，所以围边纸和烤盘之间可能有点空隙，但影响不大。接下来我们来打鸡蛋，需要一个大盆，5个大号鸡蛋全部打进去。鸡蛋最好提前室温回温，也可以把带壳的鸡蛋先放到60度热水里浸泡15分钟。这时候开烤箱预热175摄氏度。下面我们来做个隔水加热装置，锅不用加盖，加水开火。当锅底出现许多密集的小气泡，小气泡开始向上浮起的时候，就可以关火了。这个时候的水温是60摄氏度，这是隔水加热的最佳水温。把蛋盆放到锅里，先用最低速把鸡蛋打散，方便受热均匀。加入细砂糖或者绵白糖，先搅2下，防止白糖飞溅。开低速，让白糖溶解到蛋液里。全蛋液打发的最佳温度是38摄氏度，达到温度后就可以拿出盆了。锅里放小盆，加无盐黄油、牛奶，让它们自己融化。现在我们来打发鸡蛋，先用最高速打发，高速打发会卷入许多空气到蛋液中，产生大气泡，让蛋液体积迅速膨胀。打2分钟之后刮一下盆儿，因为一部分蛋液很容易吸附在上面，而导致打蛋器打不到它们。继续高速打发，你会发现蛋液的体积逐渐膨胀到3倍大，蛋液里面有许多大小不一的气泡，液面上开始出现一些淡淡的波纹。检查一下状态，提起打蛋器写一个8字，字很快变淡甚至消失。打蛋器调整到最低速继续打发，低速打发可以把不稳定的大气泡打成小而稳定的小气泡，这样在接下来混合面粉的时候才不会消泡。这个时候的蛋糊中是质地均匀的小气泡，打蛋器推出的波纹更加清晰持久。再检查一下状态，写一个8字，8字能够保持10秒不消失。打蛋器上滴落的蛋液像丝带一样的质地，鸡蛋就打好了。筛入低筋面粉，最好分散的筛，方便下一步搅拌。用硅胶铲从底部向上翻开，轻轻抖动，让面粉散开。用这个手法，面粉很容易快速搅匀，没有干粉就可以停止了。这个时候的最佳面糊温度是25摄氏度。锅里的黄油已经融化了，搅拌均匀，保证黄油液达到最佳温度60摄氏度，然后再倒入到面糊中。先取1杯或者大约240毫升的面糊，加到黄油里，用蛋抽搅匀。这部分消泡是正常的，这样我们获得了更加均一的质地，所以一会儿加入到蛋糊里的时候很容易拌匀。翻搅均匀，动作要轻而快，尽快倒入烤盘。你看这个面糊像丝带一样的质地就对了。盆壁和铲子上的面糊最好不要了，如果要，尽量拨落到4周，也就是烤盘壁的附近，因为这部分面糊不容易烤熟。这2下烤盘，捅破大气泡，抹平表面，立刻进烤箱。烤好的蛋糕中间微微鼓起是正常的，出炉把热气震出来，撕去围边，倒扣放凉。这个蛋糕也可以不倒扣。全蛋海绵蛋糕也叫法式全蛋海绵蛋糕，在法语中叫 Genoise， 所以中文也叫杰诺瓦式蛋糕。它相比于分蛋海绵蛋糕更加绵密细致，吃起来口感上更润，
切开看看里面的组织，因为用了全蛋打发，所以蛋糕的颜色是淡黄色的，组织上蓬松细腻，弹性好。最后看看它的支撑力，这块大理石板的重量是1600克，所以说这个蛋糕特别适合做生日蛋糕坯子，尤其是那些装饰很重的裱花蛋糕或者翻糖蛋糕。最后来看看我做的其他5个蛋糕，我用它们来测试不同烤制温度对蛋糕的影响。第一个蛋糕180摄氏度，烤制颜色偏深，但它的香味非常浓郁，主要因为高温加速了我们以前节目中讲过的美拉德反应，让蛋糕产生了更多的风味化合物。同时高温也让蛋糕顶部在蛋糕成型之前迅速烤干定型，所以蛋糕冷却之后表面会产生一些小皱纹，蛋糕内部组织是蓬松暄软的。那温度再高一些会怎么样呢？来看第二个蛋糕，190摄氏度，烤制的颜色更深一点，蛋糕上表面有更加明显的坑洼气泡，放凉之后形成了更加明显的皱纹，内部组织更加蓬松。因为高温让蛋糕水分蒸发，口感上更干一些，虽然上表面难看，但这个蛋糕的香味依然很好。第三个蛋糕180摄氏度，全蛋液减少40克，我故意在还没有达到丝带阶段就停止打发，也就是说8字的痕迹很快消失的时候我就不再打发了。其他蛋糕都能达到6厘米的高度，这个蛋糕不出所料只有5厘米高。往烤盘里倒面糊的时候我就已经料到了，因为面糊的高度比其他蛋糕都低，蛋量减少了，蛋糊打发不到位，里面的气泡势必不稳定。开始烤制之后气泡上升，比重大的液体面糊部分沉降，造成了这个蛋糕底部中心有薄薄的一层布丁层。仔细看它有将近1根牙签那么细，的确不是很明显。所以如果你其他操作到位，即使打发上差一点，做出来的蛋糕也不会完败。第4个蛋糕温度降到160摄氏度，蛋糕的颜色明显变浅，表面的气泡和皱纹消失了，内部相比前2个蛋糕更加细腻湿润。第5个蛋糕干脆再降到150度来瞧瞧。烤熟的蛋糕是有香味的，这个蛋糕仔细闻它是一种蛋腥味，所以是一个没烤熟的蛋糕。它的颜色很浅，蛋糕表面非常软，手指一按就留下手印儿。按压蛋糕的时候有沙沙的声音。我从150度到190度一共烤了6个蛋糕。总结一下，第一，在合理的温度范围内，烤制温度越高颜色越深，香味就越浓郁。第二，蛋糕的表面颜色深，而且容易开裂鼓包起皱纹，常见的原因就是烤制温度过高。第三，蛋液的用量影响蛋糕的品质，用蛋量越大，蛋糕的品质越高，但需要在平衡配方的前提下讨论这一点。总结下来一句话，一个设计平衡的好配方能让你的蛋糕更经得起折腾。最后看在30个鸡蛋的份上，别忘了给我点个赞。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，感谢收看，我是乔乔妈，我们下期见。